Hello， 大家好，我是娱乐玩家李维斯。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展示的是育碧旗下的赛车游戏系列《飙酷车神》的最新作《飙酷车神：风鸣盛典》。虽然我之前在线下内测的时候已经出过一期视频，但那只是一个下午的游戏体验，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挖掘介绍。在终极版提前试玩的这几天里，从海陆空三视角深度感受了夏威夷瓦湖岛后，我想谈一谈地平线系列与飙酷车神最新的风鸣盛典两者之间的一些区别，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参考。从开场茂密的雨林、蜿蜒曲折的山路、阳光明媚的海滩，让我想起了当年刚玩地平线3时，也是被这样的景色吸引，只想快点解锁心爱的载具，在这美丽的海岛与城市中兜个风。Wild parties and exotic animals. So put your pedal to the floor as we welcome you to Horizon Australia. 看来一个震撼的开场才能给玩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风鸣盛典可以说是很好的学习了这一点，通过短短的开场就给玩家展示了不同车型、不同地形的玩法，让玩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大致的了解游戏内容。这一点也是地平线系列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从地平线3开场的兰博基尼，地平线4的迈凯伦塞纳，地平线5的奔驰 AMG。我安利不少玩家看到这些车就能联想到对应的游戏，并且地平线系列比较好的一点是表演赛在飞机飞过头顶，火车呼啸而过时突然加大的手柄震动，加上音效的渲染，刚让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说完了开场，让我们谈一下飙酷车神风鸣盛典的手感与游戏物理方面。4个轮的载具给我的印象都不错，只有后驱车的体验不太好，在长时间打死方向后踩油门，车辆会无征兆的进入侧滑状态，或者说是惩罚式打滑，后轮的抓地难以感受，让人忙于救车，影响成绩。就算是用上了适配最好的 PS5 手柄，也很难感受到后轮抓地力的临近点，刹车与油门的整体的扳机震动区别不明显，比较难感受到车辆的极限，加上过大的重力下坠表现，本质上还是偏娱乐的手感与物理。对于4驱与前驱就无脑了很多，基本是指哪打哪，操作非常精准。I live choke things to show you, but we only have time for one race.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going on a street parkour? Look at this building. It's like the top.飞行载具与2轮摩托，我接触的太少，就暂时不评价了。关于车辆辅助，我推荐刹车打开 ABS， 牵引力开满 ，ESP 不开。经常上草地 ESP 建议开满，使用自动挡即可。这套设置可以更好的去操控车辆与救车，减速直接踩死刹车就行。后驱起步也不会长时间打滑，也不用关心是否需要换挡，非常适合各类玩家。整体手感与物理不太娱乐，也不太拟真。不能完全参考模拟赛车理论操作，也不是自己完全娱乐化的一套物理，游玩起来稍微有点割裂，需要玩家去摸索一下游戏物理。在这一点上，地平线系列的整体物理是往现实世界靠拢的，只是夸张了轮胎抓地力、车辆下压力的作用，完全可以套用现实的一些赛车理论进行游玩。也就是说，走线档呢可以用极低的训练成本就可以畅玩游戏。毕竟和拟真沾点边的模拟赛车理论都是通用的，
使用 Xbox 手柄时，在刹车与油门的扳机反馈上有强弱两套震动反馈，来让玩家去感受车辆极限，更好的操控车辆，在游戏与车辆的物理表现上更好，手感也更佳。标酷车神轰鸣盛典首发载具清单来到了600台以上，其中还有很多是概念车型，数量可以说是很有诚意。最关键的是，标酷车神轰鸣盛典还可以继承前代的重叠车款，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继承重新开干，当你干不动的时候，依然可以回来一键继承载具，这点对老玩家来说还是照顾的挺到位的。不过对于新玩家来说，赚钱还是比较困难，加上配件只能给一台车使用，就需要反复干配件和钱了。只能看看后续有没有什么蓝图可以快速的刷一下，缓解干度了。而地平线系列最新的地平线5虽然没有上天下海的飞机快艇，但从游戏首发开始就和国产品牌积极联动，让国人玩上了蔚来 EP9、领克3加、名爵 TCR MG3、50宏光、小鹏 P7 等等车型，加上近期季节赛更新的 G286、奥迪 RS6、新宝马 M3， 每月都有不错的新车，在载具的表现上可以说各有特色。关于游戏机制，我最想谈的是轰鸣盛典加入了回速功能，这功能让我梦回地平线。我在玩其他竞速游戏时，一失误就习惯性按 Y， 但并不是所有游戏都像极限竞速一样有回速功能，要么只能从上一个检查点开始，要么只能重置车辆或重新开始，这就很烦。有了回速功能，我再也不害怕失误了，这点真的很棒。不过轰鸣盛典并没有像地平线5一样可以让玩家选择回速或者直接开菜单重置车辆，而是长按回速键后才能出现重置车辆，这点就不够灵活。另外 AI 之间也会产生激烈的对抗竞争，你可以经常看到2个 AI 撞在一起挤压位置，争夺名次，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玩家，而不是移动的路障，这点挺有意思的。关于画面部分的表现，标酷车神轰鸣盛典在出现光照的时候，车辆、房屋、树林表现出的质感非常不错。但太阳消失的阴天或光源较少的情况下，画面的表现比较一般，稍显逊色。整体的画面表现忽上忽下，还是得有光影的地方表现才棒。地平线5在同样的硬件配置下，画面的表现会更突出一些。游戏的材质与光影对比自己上一代也有不少进步，最重要的是地平线没有像轰鸣盛典一样锁60帧，在搭配高刷显示器的情况下，高清且流畅的画面能加分不少。从标酷车神2的长期运营来看，标酷车神轰鸣盛典不出意外也会长期运营，游戏的峰会模式也和地平线的季节赛类似，通过不断完成任务获取奖励进度，两者都有长期运营的打算，这样玩家也可以直观的对比谁的奖励与新车更丰富，有竞争才能更好的促进游戏质量的优化，毕竟玩家还是希望体验到更优质的游戏内容，百家争鸣的局面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那本期的游戏对比就结束了，后续有什么新竞速游戏，我再和大家谈一谈。